這裡是全世界最神秘的國家——朝鮮，它自稱是世界第5大人類文明發源地，擁有5000年的歷史。它也聲稱擁有多個世界之最、世界最深的地鐵、最大的凱旋門、最高的酒店、能容納人數最多的體育場。這個國家對外封閉，充滿謎團。如果能進入朝鮮，將會是人生中一次獨特且難忘的旅行體驗。這次寒假旅行，我和港台同學一共8人，聯繫朝鮮國營旅社，6天5夜，踏上神秘的朝鮮之旅。早上的buffet其實出乎我們意料的好，本來想說這間酒店可能沒有住太多人，可是buffet是一整排的，該有的都有，也是蠻棒的。好吃嗎？还可以。昨天睡得好吗？不好，昨天洗了好多次，而且没有热水，我没有洗澡。你几点洗的？今天是早上起来5点多吧，洗的澡。啊，早上有热水吗？温水吧，不是很温水。现在我们去西海，这边有一个朝鮮西海，朝鮮海岸線比較長的國家，因此今天嘛，我們給你們安排朝鮮西海的風景，在那邊我們看西海水閘。我們第1代領導人金日成主席親自構想，這個西海水閘的工程非常龐大，所以當時世界人民都說我們朝鮮肯定做不了那個龐大的工程，但是依靠我們的自力更生，我們僅用5年的時間內建好了這個工程。回來平壤以後，給你們安排那個萬景台金主席的故鄉，下午給你們安排室內的一個幾個景點。現在我們經過的這條大街是體育村，我們叫做青春大街，1986年建的。朝鮮國家級別的一個體育運動員在這邊訓練以後，參加世界杯、國際杯比賽。這邊是籃球、排球館，那邊是跆拳道聖地，然後跆拳道體育館在那邊。世界杯什麼跆拳道比賽啊，都是在這邊進行。現在朝鮮男人一般都是為你當兵，就是保護國家嘛，因為朝鮮對抗美國等等。最短會要多？這是我們的國家的軍事機密，不能給你這麼講。那幾歲要當兵啊？那一般中學畢業以後，中學畢業的時候一般16歲到17歲，大學畢業以後可以當兵，反正25歲之前可以當兵。以前是義務兵，現在志願兵。據導遊介紹，大同江流經的平壤是朝鮮認為的世界第5大人類文明發祥地，因此平壤在朝鮮人的心中有着極高的地位。2017年，朝鮮勞動新聞發表文章稱，現在的朝鮮受到世界盛讚，是堂堂正正的軍事強國、東方核強國、宇宙強國。在2025年勞動新聞發表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表述，例如2月13日新聞中出現向全世界弘揚宇宙強國的尊嚴，8月9日新聞中出現切實維護共和國要建設宇宙強國的合法權利。此外，朝鮮的紀年方式被稱為主體紀年，以朝鮮國父金日成1912年誕辰為主體元年。例如2024年就是朝鮮的主體113年，但在2024年10月12日起，朝鮮突然全面停止使用主體紀年，改用公元紀年。
熱烈歡迎你們參觀西海水閘。西海水閘是1981年5月動工，1986年6月完工。這個水壩之前大同江的水還有一個海水混在一起，淡水裡邊鹽的成分比較多一點。這個水閘的主要的目標就是把大同江的淡水我們控制好，好好利用這個水。如下50多公里，可以到達西海水閘。西海水閘是在南福市和黃海南道之間，遠處無邊的大海而建設的海水。教育、房子都是免費。朝鮮世界上唯一的沒有石油的國家，這比較舊的，這是皮囊牌，我用了已經4年左右吧。最出名的是阿里郎牌，這個我帶團的時候用這個。所以你自己還有另外一支是不是？阿里郎，你有阿里郎，有3台，你有3台，跟我們的其實都差不多，都一樣，也是都是軟件啊什麼的。充電以後1個星期沒問題。哦，可以用這麼久，可以用這麼久，電池比較好用，所以都不用充電寶。不用充電寶的。沒有人在充電寶。阿里郎手機是2天，那阿里郎手機比較新，是不是？什麼畫質啊，還有什麼功能啊，比這個多一點。阿里郎比較好一些啊，功能比較好。要多少錢？都不一樣啊，都不一樣。那你這種的話就是平朗牌。當時我買的時候，人民幣來算的話，差不多2500吧。我算是也是有點貴。當時一起買的阿里郎手機啊，就400美金。400美金。那大家都會有手機嗎？有啊，每個人都有。有便宜的也有，貴的也有，啥都有。但也都是智慧型手機嗎？年輕人基本上都是4、5的，但老年人比較按這個比較簡單一些的。啊，對對對，只能打電話。這樣大家的零用錢有夠可以買一支手機嗎？他們有手機票，不是沒有手機票，有啤酒票，有啤酒票，是女生的有，男生有。其實它拿起來看起來都跟我們一般的智慧型手機是長得一樣的，差別可能只是在於他們的網路。就是他們有自己的內網，然後我那時候也很好奇說，哎，那這個導遊他怎麼跟我們這些人聯繫的？因為他們公司有一些網路可以跟外面連接，才有辦法就是做生意嘛。他說他以前可能只能拿到200-300塊人民幣1個月，現在因為這個制度改革之後，他可能1個月可以拿到5-6千塊的人民幣。他一拿到薪水，他是嚇到說，這個錢是我的嗎？他說拿到的時候手還會發抖，因為太多了，就是跟他自己過去的薪水是差太多。從導遊的陳述裡面，其實我覺得北韓蠻多地方是還蠻開放的，包括一些福利制度。像他說他老婆之前懷孕的時候是有8個月的有薪產假，對，真的是嚇到人，就是聞所未聞。第2站是去金日成的故居，出生跟小時候待的一個地方。我們在這邊張導給你們講解好嗎？這個地方是萬景台1萬個景色能看得到的地方而得名的，所以自古以來這邊是風水寶地，所以很多有錢的人在這邊買了土地和山地，把自己祖先的墳墓搬到了那個地方。當時平安南道的地主李平哲，他就在這邊買了一片山地和土地。然後為了自己祖先的墳墓，他們蓋了一個守墓房。金日成主席的一家人生活太貧窮，無法蓋一所房子，跟那個地主說好替他看山地墳墓而搬到來這個地方，所以這所房子是以前的守墓房。導遊講了蠻多這種感動的故事，介紹他的生平，塑造一個他們全家都是英勇抗戰形象吧。裡面有保留很多他們當時可能用過的一些工具。就是一般的農村。
朝鮮外文社2025年出版的金日成傳記一代偉人中，在開篇前部分就提到，金日成同志並不是傳說中的人物，而是實實在在的大聖人。他早在13歲時就開始革命，並在結尾聲稱，我們只能說金日成同志是天降的偉人。此外，和人民史觀及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不同，前言部分也提到，朝鮮認為偉人領導的革命才是神聖歷史的推動力。本書對金日成生平介紹中提到，他在3歲時就研究彩虹的原理，並掌握其中的道理。為了解留聲機原理，就拆開了留聲機。他早在10幾歲時就閱讀並精通了大人也很難理解的《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和《社會主義大義》等經典。他學外國語也學得很認真，會說各種語言，會看各種外文書。同時也提到，他是一位真正的知識人，具有看穿世界的眼光和超強的記憶力。書中無比的膽略、天大的志氣章節中原文提到，說實話，只靠2支手槍就決心針對擁有飛機、坦克和軍艦的帝國主義強國開展全面戰，這是用普通人的常識連想都不敢想的。說到書籍，在朝鮮外文社2019年出版的《留名朝鮮歷史的人們》科技篇中提到，火藥火器、活字印刷、天文觀測儀等是朝鮮古人的發明，這和世界認為火藥火器等4大發明起源於古代中國的共識相違背。此外，本書也提到，是朝鮮僧人譚征給日本人傳授了造墨和造紙技術，以及畫法和制造顏料的方法，甚至包括現在的韓國歷史教科書也這樣記載。但日本方面認為，韓國和朝鮮這種說法沒有任何史料支持，認為造紙術、顏料早在日本古墳時代就已從中國傳入，而譚征只是起到了技術從中國再引進的角色。當時的紙是奢侈品，從中國帶入日本的紙被稱為唐紙，與朝鮮半島無關。水跟着祖國青史上永放光芒。好，這邊走。這裡我們遇到了很多朝鮮當地的人，對，然後他們看我們的眼光就是真的是看外國人的眼光，他們眼睛就是瞪大的看着你，就是你好像你很獨特，就是你很奇妙。我們今天還有看到一個朝鮮的遊樂園，它就在故居的入口處。比較可惜是遊樂園只有夏天才會開門，它感覺有點像是60、70年代那種有復古味的遊樂園，覺得看起來還蠻有趣的。但是我注意到它有一些遊樂設施是已經年久失修的狀態，所以不知道它營運的時候會是什麼樣。但是它裡面的種類其實也蠻多元，所以其實是該有的都有。然後我們就很興奮跑過去，我們一上車，然後大家都跟我們說，大家所有人剛刚都在看你們。都他們啊？對啊，他們都觉得我们像外星人。在回平壤市區吃午飯的路上，我發現路兩邊的居民樓，很多朝鮮家庭都在陽台上架設太陽能板。導遊說，每戶朝鮮人家都希望自行發電，自己解決供電問題，為國家的建設而省電。同時，陽台上也都沒有晾曬衣物。導遊說，這是為了市容市貌，讓樓房看起來更整潔。紅色的就是剛才我給你們講過的豆漿啊，放多來做的豆漿，湯裡面放一點點，充分的煮好了以後，按自己的口味放這個味料。好，請坐。北韓這邊的食物其實蠻像中式的，只是會加一點像是泡菜啊，或是什麼冷麵啊，一些比較偏韓式的東西，但基本上還是以中式的為主。我們的午餐超豐盛，我覺得午餐蠻好吃的，在個人的小火鍋。
然後它那個火鍋不像就是我們在北京吃的那種，它這個火鍋是有經過調味的，擺一盤肉啊，一盤菜，那自己加進去，然後加調料，然後火鍋。我覺得有一個很特別，就是我們覺得北韓的女生都很漂亮。像今天我們被帶去買那個春香牌的化妝品，就是人家說就是北韓女生都很漂亮，那他們到底是擦什麼東西？为什麼你想要買美白？春香白，不為什麼？因為它黑了。他比較愛美。40的。眼霜啊，只要15塊人民幣，就像專櫃的感覺。然後它裡面什麼都有，像是化妝水啊、眼霜啊，或是護手霜啊。然後像這一罐，它是人參的化妝水，它才55塊人民幣，所以是非常便宜。然後聽說很多人來這邊都會買。年後會漲1倍。年後會漲，他說上一次30，現在55，真的是囤貨。還不錯，可以看一下，而且很有特色。对对对，就是来北韓人參。而且你看那個賣東西的那個姐姐長得很漂亮，應該就是用了春香牌的化妝水，搞得好像我現在在購物台在推銷。除了剛剛的人參化妝水以外，我又買了這個面膜，它的面膜超級便宜的，才40塊一盒，然後裡面有10個，也是人參的面膜。算是非常的划算，而且買回去的話可以送朋友啊，因为他們都是國營的事業，品質上應該算是比較有保證的。然後到下午，昨天期待的農村，他其實說是農場，但是他說因為現在季節也沒什麼種東西，然後我們就看他們當地人的家裡，衣服的樣式比較統一，比較接近像軍大衣那樣子。對，不過感覺城市看起來，我們看到的部分是都還蠻現代化的。在行走的車子就是有比昨天的多，但是也不是到那麼多。或是我們吃飯的地方，每次都會只有我們一桌，或是頂多2、3桌，不會有太多其他的人。所以我們算是蠻特殊的一個存在吧。我們還有問，就是他們什麼時候結婚？現在的女生好像都是25歲以上才會結婚，然後男生28歲。他們法律規定好像是男生18歲，女生17歲，但其實也是晚婚啦。就是在我們印象裡應該會很早婚，但是其實也不是這樣子。大同江啤酒工廠。這些我覺得應該都是那種公共建設的房屋，基本上都是這樣規格。那接下來我們就真正的去實探一下別人家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一種狀況。其實就是一個家，然後裡面該有的都有，然後有看他的房間啊、廚房，然後但是那個地板真的很冷，你腳踩下去可以感受到它那種冰涼。天花板可能有一點點低，雖然面積不是特別大，但是還是感覺很溫馨。而且這個他們應該睡的是地毯，那裡還有一個書桌。那接下來我們去其他屋看一下。哦，對，是暖的，挺厲害的。哦，這個應該是有一個地毯，然後還是會發熱的，基礎設施還是非常完善的。這裡面還掛了家裡面的一些照片，還有客廳一般會掛朝鮮領導人的照片。觀察到就是那個房屋主人的表情有點複雜，覺得可能我們一次太多遊客進去有點打擾到人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我自己觀察的部分是，我覺得房屋裡面的東西其實蠻少的。我個人會覺得有一點點像樣品屋的感覺，就像你看那個化妝品，它是很整齊的，錯落有致的，依照有點詭異的陳列方式，它就一般人我們可能放化妝品就是一排，然後你整齊的放好，然後就可能一個籃子這樣。其他的地方的也幾乎沒有什麼雜物，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們要參觀，所以有特別收拾過或者是怎麼樣。但是它裡面感覺就是一個模範家庭該有的樣子，專門要讓遊客看的嘛，所以會特別的做處理或者是準備。早上也有提到，就是他們現在關於農民的一些政策其實也有改變，比如說規定了一個額度，假設4畝地可能要達到400萬的產量，達到了之後，其他多餘的那些你就可以自己保留。所以也算是一種獎勵制度，跟我們原本想象中蠻不一樣的。按照自己的等級吧，然後幫你分配你的房子。每家每戶應該裡面裝飾應該都是差不多的，對吧？對呀，這個應該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家庭。對呀對呀，每個家庭的理念的都差不多。
家具都差不多，這些平房也是都是國家免費送給這裡的農民。不管是城市還是農村，住房都是國家分配。对呀，都是国家分配的，但是一般農村的話平房為主的，城市的話樓房為主的。對呀，什麼？這是他們的一個中心一點的商場，這裡買東西還基本上是凭票，它計劃分配的是多少？如果超出粮票的數量之後，你需要再交一部分錢。那我們接下来继續看一下。的粮票，大豆的粮票，然后那种蔬菜的粮票啊，还有酒票。他拿的这些粮票，你是还是需要付一点钱，但是比较便宜，可以拿到你的食物。然后酒票的话就不用钱，你就拿了就可以直接去喝。是只有男生可以有酒票，但是女生也可以拿男生的酒票去喝。他就有偷偷跟我们抱怨一些他老婆的小故事，比如说拿他的酒票去喝酒，还有他的老婆就是炖那个人参雞，然後拿那個蒸汽水來敷臉的。對，他說因為他老婆就是懷孕，然後他那時候就是想說要給老婆補身子，所以就花了大概1000塊的美元，跑到很遠的地方去買人參，開城，對，買人參，然後結果我買回來想說，他應該就是要燉補身體，然後還要幫他媽媽補身體，然後沒想到就是一早起來發現他的老婆在那邊燉雞湯。他原因是為了敷臉，而不是為了就是照顧他媽媽，或是保護自己的身體這樣子。應該說孕婦本來就是不能喝人參雞湯，對。然後所以他老婆一開始的出發點是跟他說，為了我們的媽媽，所以他就很感動。然後結果後來發現事實其實是為了自己的臉蛋。這個是我們潮汕的一個有點特點的那個味道。這個到底地方味道？這個是相當於你們大千們知道嗎？以前你們當我們那個供應的那個煙一樣。這個是多少錢？一個我們5塊錢。這個是一個是老牌子，這個是故鄉煙，這個是阿里郎煙。這是故鄉，都是朝鮮，挺不錯的煙。這一個是30，這個是20，這個是阿里郎。5塊錢一包，挺便宜的。장동지, 범인이 나오는데 어떻게 나니까? 우리 맥주랑 길어서 엄마가 너무 가니까. 일단 하시죠. 이거 하나. 超酸，超甜的，超甜。之後我們就去了建黨的紀念碑。導遊特別說，就是他們平壤，就是整個都市的規劃，其實都是配合整個黨的發展還有歷史。它這個紀念碑距離對面有一個金日成跟金正日，然後他們的距離好像剛好就是抗戰的日期。一開始覺得蠻驚人的，就是他們一個城市的首都，感覺這麼精華的地段，然後有這麼多建築物都是為了配合黨而建設，就不管是為了紀念的目的，或者是宣揚國威什麼的目的，都是蠻驚人的一件事情。旁邊就是下一
個景點凱旋門，仿照巴黎的那個凱旋門，但是它比巴黎那個高了11公尺。他說是世界上最大的凱旋門。其實我自己在對於北韓印象，我就是最印象的就是這個凱旋門。你以為我們在巴黎的街頭嗎？看一下我們的後面，是凱旋門哦。但這個凱旋門呢，跟巴黎的那個差的蠻多的，它只有差11公尺。好，我們來準備一張，一個太高了。快！後邊的我們平壤的凱旋門。我跟着那個3位我們朋友們一起拍照，高興的。下次來的時候呢，跟着同學們再一次來朝鮮的旅遊吧。拜拜。讨论以后选定了位置，选定了它的模型哦，你见得。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中朝友谊纪念碑，然后纪念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也是特地从国内带来了一束鲜花。打败了攻土敌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们，3鞠躬。这个显示在下面，然后走下来，给你们安排照相时间。婚丝都有在这边。然后秋韶衣都有嘛，然后在这边嘛。去到裡面的時候，導遊有講一個故事，就是說之前有另外一個旅行團的一個女士來到這裡，然後準備了很多的祭品，然後導遊就問她，你怎麼會就是特地從大陸帶這麼多的祭品過來？她就說，因為她的爸爸當初就是不知道在這裡的哪裡犧牲的，結果進到塔裡面之後，就有看到她爸爸的名字居然有被留在那裡。然後他就心情非常的激動，痛哭流淚這樣子。就是進去塔裡面有一種很奇妙的感覺，就覺得我們可以活在現在和平沒有戰爭的時代，真是太好了。就覺得也是緬懷這些先人。中國人民志願軍先後參戰兵力總計約290萬人次，烈士近20萬人。中國為朝鮮戰爭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然而近些年，朝鮮官方在敘述這段歷史時，逐漸淡化甚至抹除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巨大作用，更強調朝鮮是獨立自主贏得戰爭的勝利。朝鮮2015年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美日帝國主義對朝鮮的侵略和戰爭煽動》章節中這樣寫道：美帝國主義傾盡了全部侵略力量，使用了最殘酷、最惡毒的手段。最後總結說，但是由於我國人民在偉大領袖金日成的英明領導下進行了英勇的鬥爭，美帝國主義在3年戰爭中遭到了空前的失敗，但只字未提中國的鼎力相助。此外，朝鮮戰爭協定簽署是在7月，朝鮮市當天為勝利日，因此在2025年7月出版的朝鮮畫報中文版中有紀念策劃特別欄目，標題為《鋼鐵統帥創造戰勝神話》，用3個版面回顧了朝鮮戰爭。裡面提到，可以說是步槍和原子彈交鋒的祖國解放戰爭中，我國人民取得偉大勝利，那是百戰百勝的鋼鐵統帥金日成同志的主體軍事思想、戰略技術、非凡的領軍藝術的光輝結晶。由於他的主體的戰略戰術和戰法千變萬化、隨機應變，美國雖出動200多萬大軍和先進武器裝備，但最終還是在朝鮮人民面前屈膝投降。通篇下來，也只字未提中國人民志願軍，只字未提中國為朝鮮戰爭所做出的巨大犧牲和貢獻。这是祖國解放戰爭勝利紀念館的綜合指南圖。우리 기념관의 총 부지 면적은 93,000평방미터입니다. 這裡的總占地面積達93000平方米。 今天是一個漂亮的姐姐，就是我說的嘛，北韓女生不管穿什麼都是很漂亮，很有氣質。
오른쪽에는 전쟁시계, 전쟁시계 남들에게서 라이칸 무기들 전시한 여행 무기 전상이 그려져 右边就是呈示了我们那个战争时期缴获的美国的一个武器。看到蛮多很特別的東西，就是他們攻擊美軍，然後美軍留下來的一些機器、一些殘骸，比如說飛機的殘骸，就是炸彈的殘骸啊，什麼直升機的殘骸，就是都有在那邊好好的被保存。83個間諜。比較特別的應該是間諜船，然後一起來到朝鮮。原本是有83名成員，有1人死亡，然後其他82名遣返回美國，但是這個船就保留在這裡。美國政府向我國法國來這樣的寫罪信。 이 사제문에 의해서 푸에블로 소년들 모두가 자기 고국으로 돌아갈 수 있게 되었습니다. 我覺得比較震撼的是，就是進去那個，就是這個紀念館裡面，真的是金碧輝煌。 就一進去就可以看到金日成的，就一個具有神性化的一個，然後旁邊還有散發光輝。對，沒錯。就一開始進去說那個是金正恩，然後後來才發現是金日成。聽說當初在繼位的時候，好像他這個造型有一個考量，就是希望能夠模仿他的祖父，讓人家就是增添對他的信心。博物館裡面他們也有還原他們當時可能抗戰的一些情況，還有分春夏秋冬。對，真的是。 一個很他的春夏秋冬就是在打野戰的時候有什麼樣的環境，然後他們怎麼煮飯的哦，而且他們會拿那個美國大兵留下來那個頭盔，然後來煮飯啊、洗澡啊，就是它可以運用在很多事情上面。不過他們今天有很強調說，就是他們是為了朝鮮人民着想，就是如果他們要攻下南韓，是就是非常輕而易舉的。 朝鮮各種大型公共紀念碑式的建築，讓我不禁想起了歐洲的教堂。教堂是人們的信仰中心，在朝鮮，浸潤着主體思想的大型紀念碑式的公共建築，也是朝鮮人們的信仰中心。 我們今天晚餐最有特點的就是一份冷麵，對，它是要自費花了30塊的人民幣才能吃到一碗冷麵。它拌完之後顏色會長這樣，雖然是涼的，可是你吃起來，那麵裡面還有一點那個，就是剛剛加去芥末的尾巴的微微的嗆味，我覺得是很開胃的一道菜，很好吃。應該說算是4種嘛，它還有一種是獨門的辣醬，是一開始冷麵上來就放在裡面。 其實設計是蠻精美的，口味的確是很特殊，跟我吃過的都不太一樣，就覺得很好吃。我全部都有吃完。我是前輩，但是我是朝鮮人，見到你們很高興。好，我們也很高興。就是在結束的時候有跑來跟我們敬酒嘛，我們是他。 就是見過比較年輕的團，因為他之前帶的都是比較年紀比較大的團，對，而且可能都是一些商人啊，就比較沒有像我們這樣子的學生或者是純觀光的旅遊客。我剛剛有討論明天要不要去看那個雜技表演，現在是確定明天要去，很期待明天會看到什麼不一樣的東西。門票付200塊，希望它是有這個200塊。而且重點是我們明天要去板門店，然後有機會在38度線前面拍照，很期待。好啦，就明天見。